作为俄总统普京手下的头号打手，普里戈金率领瓦格纳兵变确实是让外界极为震惊。虽然此时呢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大兵却又突然想到，俄国内发生这么大的动乱，乌军难道没在前线趁机发起一些攻势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这2天战场前线的变化。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其实在普里戈金发动兵变之前呢，俄乌战场前线似乎是一切正常的。首先是当天乌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23号凌晨，俄军对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一个机场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来袭的13枚 KH-101 和 KH-555 巡航导弹全部被击落。此外呢，乌空军司令部还表示，一架身份不明的俄军侦察无人机被摧毁。而根据不确定的消息，这次袭击很可能是俄军为了报复乌军此前使用导弹袭击赫尔松至克里米亚之间的桥梁。至于前线上，根据战场前线的视频来看呢，23号当天在扎波罗热南线区域，俄乌双方已经在派特科哈特西侧的热列比扬基区域开始进行阵地战。与此同时，在博罗季涅村的北面，双方也基本进入了阵地战模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进攻举动。也就是说，扎波罗热南线的战斗已经进入到对峙阶段。而在大诺沃希尔卡地区，当天双方的战斗依然是比较激烈，乌军一直在进攻乌洛然涅和马卡尼西夫卡西侧的区域，只不过俄军依然是依托于此前修筑的大量防御工事和地雷，极大地减缓了乌军的进展。根据23号的视频显示，乌洛然涅村依然是处于俄军的控制下。至于西面的利沃皮里，双方呢则仍是在村北面和西面发生了小规模碰撞，乌军仍未攻入村内。紧接着是克里米纳区域，根据当天双方公布的战报分析来看，俄军在扬波里夫卡和托尔斯克区域的进攻差不多已经停滞，双方控制区域变化不大。不过有争议的是，布迪洛瓦及谢尔布良卡区域战斗较为复杂。俄方表示向西又推进了约500米，而乌军则是声称再次击退了俄军的进攻。此外，巴赫穆特南线也有一些变化。根据23号的视频显示，乌军已经推进到了库尔久米夫卡村西侧边缘。至于克列谢耶夫卡西边的阵地则是变化不大。还有就是北线的杜波沃瓦西里夫卡周边，双方也是基本进入了阵地战模式，每天控制区域变化不超过100米。倒是需要注意的是，俄军呢在库皮扬斯克取得了一些战果。当天的一些视频中显示，俄军在这个区域向南推进了约2公里左右，战线距离库比扬斯克只有约4公里。而就在战线进行正常进展的时候，兵变来了。根据当天多方媒体的报道，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金在23号下午发表视频表示，瓦格纳的驻地遭到俄军后方发射的火箭弹偷袭，已经有人员伤亡。随后，普里戈金决定率领瓦格纳进军莫斯科，向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讨个说法。随后，根据瓦格纳在自媒体发布的报道，23号夜间，他们在行军途中又遭到了俄军武装直升机的射击。瓦格纳随即使用防空武器击落了来袭的俄军直升机。只不过，就算是这样劲爆的事情，前线俄军似乎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就在24号当天，根据俄乌双方所公布的最新战报，就算是国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俄军依然继续在库皮扬斯克、辛基夫卡区域对乌军阵地发动试探性进攻，虽然都被乌军给击退了。在利曼至克里米纳区域，双方则是在谢尔布良卡森林区有小规模交火。同时，比洛格里夫卡和斯别内涅区域，俄军也开始有战术性试探的进攻。至于在顿涅茨克区域，乌军当天还在阿夫迪夫卡区域西侧发动了小规模试探性进攻，更是在马林卡东南方向推进了2公里，收复了克拉斯纳霍拉附近的区域。与此同时，根据当天的消息及视频，乌军依然在大诺沃希尔卡区域保持着进攻态势，但是进展缓慢。双方交战区域仍然是在普里尤特涅、利沃皮里、马卡尼夫卡和乌洛然涅等多个村镇。23号夜间，俄军还试图在马卡尼夫卡区域发动一轮反击，但是被乌军所击退。此外，在扎波罗热南线，俄军在派特科哈特区域西侧发动了一轮反击，意图夺回被乌军收复的阵地。而乌军呢，则是利用这2天构筑的防御工事，在火力支援下再次击退了俄军的进攻。至于博罗季涅区域，当天有消息称，乌军在火力掩护下出动坦克、装甲车突破了俄军的一道防线。
另外，根据大兵查到的资料显示，由于上周俄军在南线区域被乌军击落了5架武装直升机，伴随着该区域的俄军空中火力的下降，以及有情报显示乌军海马斯部队正在往这个方向集结，大兵预测这周乌军将对该区域发动新一轮进攻。最后呢，则是巴赫穆特北线区域，当天呢，该地双方依然处于阵地战模式，主要交火地点仍然在杜波沃瓦西里夫卡村3个方向。很少出现大规模的进攻战斗，更多的是无人机打击和迫击炮对轰。只不过就在前线变化不大的时候，兵变的发展却在24号达到了高潮。就在24号清晨，瓦格纳负责人普里格金率军攻入了南部军区总部驻地，并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洛夫等高层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从当时的视频能够看出，叶夫库洛夫脸上并没有什么伤痕，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放松，似乎双方交谈甚欢。而就在兵变愈演愈烈之时，俄总统普京也终于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意思就是呼吁所有俄民众和武装人员要团结，不要试图分裂国家。叛乱导致的动乱是对国家的致命威胁，背叛的人也将受到惩罚等等。没过多久，普里格金便在社交媒体上针对普京的讲话做出了回复。对于背叛祖国，总统大错特错，我们是祖国的爱国者，我们曾经战斗过，也正在战斗，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继续生活在腐败、欺骗和官僚主义之中。而仔细分析当时普京的讲话后呢，大兵发现了几个重点。其一，普京并没有点名普里格金和瓦格纳是叛军，反而表扬了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英勇作战。其二，普京没有提到与国防部或者总参谋部进行过沟通，只是说与各地指挥官进行了交流。其三呢，并未提及普里格金提出的与国防部的矛盾，也就是说，普京当时只是在当和事佬，并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显然呢，普里格金是不吃这一套，发表视频后继续向莫斯科前进。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车臣的一支部队已经在向罗斯托夫方向进发，而瓦格纳一支大约120辆的车辆编队也正在沿着 M04 公路向瓦罗涅日方向北上。期间呢，当地民众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俄军轰炸 M04 公路的视频，为的就是阻挡瓦格纳继续北上。当然，显然是没有什么用，瓦格纳依然是占领了瓦罗涅日。有意思的是，瓦格纳前进期间呢，在彼得堡，科克伯特种部队还占领了空无一人的瓦格纳总部大楼。很显然，普里格金和大部分高管早就不在这儿了。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呢，难道就没有当地的军队阻止瓦格纳吗？好像还真没有。虽然说原本的瓦罗涅日驻扎了不少俄军伞兵和特种兵，但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各地事态。但此前他们已经全部被调往了乌东和扎南地区，并在1年多的战争中承受了重大伤亡，士气非常低落。虽然此地还有一些荣誉加身的强大部队，例如近坦四师和塔曼师，但是他们也都在前线。不久前还参与了对库皮扬斯克的进攻，24号当天肯定是赶不回来呀。另外呢，当天还有俄国内博主统计了一下，发现离莫斯科最近的精锐部队就是伞兵98师，但是该师满编也就只有2个团，根本打不过瓦格纳。要知道，瓦格纳的装备并不弱，配备有大量重武器，比如坦克和攻击机，而俄伞兵呢，只有薄皮的 BMD 战车，根本不是 T80、T72 的对手。基于瓦格纳的强大实力，这才使得几乎没有遇到过有效的抵抗，甚至还出现了180名俄边防警卫在沃罗涅日地区的布加耶夫卡边境哨所向瓦格纳军队投降的情景。另外有意思的是，在24号当天，还有一些视频拍摄者称，有军事装备从亚速海方向运往罗斯托夫，期间甚至还有一些俄国民警卫队部队的车队已经开到了罗斯托克。之前呢，俄罗斯自由军团和志愿军团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呢，瓦格纳却做到了，那就是成功的让一部分俄军离开了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前线。最终事情的结果各位也都知道了，经过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干预，普里格金算是和俄国防部达成了和解。总结来说，虽然这次兵变事件是有点虎头蛇尾，但对俄乌战场前线的影响依然很大。尤其是这几天，俄军明显降低了进攻节奏，而乌军呢，则是加大了进攻力度，在南线和东线的多个方向稳步推进，甚至已经在赫尔松左岸安东诺夫斯基桥登陆了，并再次建立了桥头堡。
同时还将重型装备运往此地。想必之后借助这次事件的影响，乌军还将取得更大的战果。那么各位认为未来普里戈金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